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这个关税的议题啊，现在各国是不是也点燃了怒火？现在印度啊要开出了报复川普的第一枪，因为现在呢这个印度的58%关税，他们现在不忍了，这些产品不买了。现在传出啊，新德里当局呢已经搁置要采购美国武器还有飞机的计划，这对印度对美国感到不满是一个明确的现象。那知情人士怎么讲呢？他说啊，原本印度要计划派国防部长在未来几周前往华盛顿，就宣布那个包括采购的计划，结果像那个行程被取消了。那现在是不是被美国克50%不爽？美送现在不买美国军武了。印度的国防部回应了，说任何停止购买美国武器跟飞机的新闻都是假消息，讲是这样讲，但是看起来好像真的也没有买。那任何的采购目前还在持续当中，所以国防部是有这样讲话，但是问题是你的种种动作看起来好像对川普的这个军售也是有些保留了。好，那现在除了这个印度之外呢，现在包括了瑞士还有西班牙也要拟退 F-35订单现在在美国生产的 F-35呢，近期在国际市场上接连碰壁啊。不仅瑞士国会可能会终止原本订购的战机采购案，印度政府呢也要拒绝现在美国提出的采购案，转而将重心放在自主研发跟俄罗斯合作的第5代战机上面。那现在西班牙也传出向美国购买的这 F-35的军购案可能要先搁置了。好，那来看到现在印度的甲亢哥崛起了吗？这个高志凯教授说，印度的甲亢哥终于开悟了。印度的主持人呢阿纳布在对于美国对印度开征的关税辩论节目当中主张，印度应该像中国一样来对付美国。高志凯怎么讲呢？这个是中国的学者，他怎么讲？他说，川普正在对全世界发起的关税战争几乎跟全世界所有国家为敌。他预计大多数的国家都会屈服于来自美国的压力，但中国不会屈服，他相信印度也不会。好，那现在包括了这个阿纳布呢，就是贾康哥，他说给印度25年印度会成为比美国还要大的经济体。那甚至他直接呛说，川普算不上纸老虎，或许只是个纸狐狸啊。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说。This man is a paper tiger. In fact, not even a paper tiger. Maybe a paper fox or a wannabe paper tiger. He cannot stand counter pressures. And therefore, we stand our ground right here. If there's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ich can, it's India. To counter Trump, the entire country has to come together. Nation first, no compromise. 好，除了这个阿纳布呢，这个甲亢哥之外呢，大家千万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个甲亢姐现在也是不是羡慕嫉妒恨呢？他说，川普自视是关税大王，唯独拿中国毫无办法。他怎么说呢？他说，川普对于欧洲对印度对日本、印尼、菲律宾都加征关税，但面对到中国的时候呢，这种嚣张的气焰就有所收敛出口呢是印度经济成长的关键，但关税是现代贸易的常态，如果不适应的话，会被时代抛弃。那另外一方面呢，德语的媒体这个叫新苏黎世报，他直接报道说，美印相争，中国得利吗？他说正因为川普高压的政策出现裂痕，而北京呢很有可能在因为这场争执里面获得最终的受益者。好，那现在呢，印度开始学什么？要学中国，开始拉盟友来抗美国了吗？来看到川普关税之后呢，印度的莫迪说，my friend， 我的朋友普京分享良好通话。他说我跟我的朋友普京这个总统进行非常好的谈话，而且进一步深化印俄的特殊战略伙伴的承诺。他非常期待能够有些时候呢，在印度能够接待普京总统。另一部分呢，这个普京跟莫迪通话之后呢，讨论美国特使访俄情况。那克宫也说也谈贸易合作。克宫说，两人讨论美国的特使这个科威特夫呢，本周访问俄罗斯的情况。那两方也讨论到贸易还有经济投资的合作情形。好，那这个莫迪跟鲁拉，就是这个巴西的鲁拉，通话呢谈双边贸易将近200亿美元，对应美国的50%关税。路透社报道呢，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跟巴西总统鲁拉7号通话，双方同意增加双边贸易到200亿美元，大约是台币5974亿台币。好，那中国的外交部现在也证实印度的总理莫迪来华出席上合峰会。他
中国大陆外交部呢说，中方欢迎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出席在上合组织的天津峰会。好，所以现在这个印度是不是要学中国来开始拉盟友来抗美国呢？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现在连印度啊对美国的一个战机啊，现在好像军售开始有点取消的感觉了。没有，印度本来买美国的战机，他就有犹豫了，因为印度过去被美国制裁过，所以他要考虑到，因为现在如果印度真的买了之后到一半美国又卡住他喉咙，他怎么办？而且美国卖军武，他会加很多附带条件，很多限制，他可能要求你，比如说对谁不能用啊，对什么情况下不能出动啊，所以那是很复杂。他跟俄罗斯买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其实印度一直以来是比较倾向于购买苏57的，是。那问题是苏57现在俄罗斯自己那边也有一些问题，那双方印度是希望他能够转移技术给他，那俄罗斯到底能够转移多少，这就是一个问题。那美方是不可能转移 F-35的技术给印度，是，所以对印度来讲，这个诱因也比较小。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倒不是因为最近关税的问题，而是印度本来国策就比较不倾向于。那最近刚好西班牙也退货嘛，对，西班牙要去买欧洲的新一代的战机，那你有多的 F-35为什么不卖给台湾？对啊，但他不会卖的啦，就是这么简单啦。那印度当然遭受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重击很不满，可是我老实讲，印度手上的筹码真的不多了，讲这样的话，所以这位甲亢哥就没有甲亢姐看得清楚，是甲亢姐知道印度现在的实力不足以跟美国直接对抗，那印度要对抗，当然也不是不行，你就要拉帮结派。莫迪还是比较聪明清楚的人，他就到处去找俄罗斯啊，找中国大陆啊，找巴西啊。说真的啦，要很多国家结合起来才能够对抗得了美国了，不是印度单独一个国家。说真的，要去对抗美国没那么容易。那美国要制裁印度很简单，印度要制裁美国非常困难。讲实在话，这个就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你骗不了人的。至于我们甲亢哥说给印度25年，还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只能说，如果印度现行的体制不改变，他们有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要说25年了，再过250年恐怕都没机会。因为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印度人口是多没有错，但是你的人口多，你产值低啊，然后你的整个企业的转型，还有你的基建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改变过来。你其实当人口膨胀到一个程度之后，会拖垮它的经济。是。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我觉得印度自己要考虑到他自己的未来的发展，他才有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啊。那25年之内是绝不可能的事。那莫迪这样去谈，到底有没有成效？我个人是觉得现在大家都只是初步接触而已。是，而且美国现在就是打着一个各个击破的主意。那目前是大家看到中国大陆是单独在跟美国对抗，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付出的代价也不轻啊。不要忘记了，它的关税其实被拉到非常高，是。那只是因为中国大陆有美国恐惧的武器，就是稀土这些东西。那可是问题，其他国家没有。请问一下，你要拿什么去跟美国对抗？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美国川普之所以对印度50%的关税，3个原因。第一个，谈判时间过程，他发现到印度就是不愿意开放市场，因为印度农业人口占它的14亿人口40%以上。那这个是会产生政治冲击，他不让，所以川普很生气。那相较于印度的莫迪在2月份就前往华盛顿访问，而且后来不断的就扮演的好像是川普西方国家在全球南方上合会金砖组织里面一个搅局者。那印度觉得自己是真情，结果换来你的这种所谓的无情。那川普第二个他不满意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不断的买俄罗斯的油，这个其实是叫项庄舞剑，因为他要对俄罗斯施压。8月15号要跟普丁见面，他希望能够土地换和平，乌东换停战。这能不能做到都是个大的问题。但他先要俄罗斯停火，所以他对印度施压。就这个是做给普丁看。他第3个原因，我觉得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他就是认为你全球南方里面的金砖的组织里面的成员，尤其是从巴西到印度到南非，中国一样，你在推动去美元化，要
这个颠覆美元霸权，那就是美国霸权，那就美国没有办法再次伟大了。因为在6月份在巴西召开的会议当中，习近平没有去，然后呢，莫迪有去，虽然没有发共同声明，可是呢，鲁拉不断的说我们要发金砖币，我们要不使用美元，所以他才会对巴西用50%的高关税。这个道理你就看懂了没有？50%，只有这2个国家，巴西、印度。所以川普最怕的就是美元受到了影响，美元资产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个关税之后啊，你会大家跟美国的贸易量会减，那当然就会产生美元资产越来越受到影响。这2天，世界银行已经公布了，今年下半年整个全世界经济成长从原来预测的2.7%掉到0.9%，所以全球的经济、美国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去高唱去美元化，他最不能忍受。那印度呢，也不要太高兴。印度一直就是一个左右逢源、狐假虎威的外交，他从来都是自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代表，跟中国根本就是非常的嫉妒，而且不断的在搅局。可是他有没有能力去帮助全球南方国家？那他永远是拿这个东西来去跟西方、跟美国要东西、要好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现在是跟甲亢哥、甲亢姐一样了，在做秀。你可以给他鼓掌，但是要密切观察他这个戏会演到什么时候。当川普说完改变，降了25%，变成25%的时候呢，你看莫迪又会说，我们跟川普跟美国是哥俩好。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军售本身原本就是一种互从的关系，而且呢，现在我们看到各种的武器你买到的都是都只是标配而已但是如果你要增加它的战力，你就要不断的向后买，那个就是一种互从。为什么是互从？你不但要付钱，而且呢，对于美国来讲，如果你在地缘政治上面不符合我的要求，那好，我就不卖你。我不卖你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性能提升。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前段时间的有关于印巴的冲突的时候，其实印度已经深深的发现，如果他没有 data link， 他没有办法做。可是 data link 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到的原始码。那印度傻了吗？难道印度不知道要原始码吗？他知道，他也有要，可是法国就偏偏不给。那当法国不给的时候，那但是你不给，有没有别人要给？当然有啊。俄罗斯要给，俄罗斯说我不但卖你那个苏凯57，那我还连原始码一起卖你。不要忘了，对于印度本身来讲，它原来使用的预警机也就有那一流升76，也就是俄国的系统。那相对来讲，他买这个是就是买苏凯57来讲，是比 F35更为好的，优秀的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其实印度不买的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到的 F35，他另外还不买了，也就是史崔克的这种步兵战车，或者是标枪的这种反装甲的这种飞弹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连 P8I 都不买了。对于 P8I 来讲，那 P8I 其实也就是延伸了美国的打击能力在印度洋。那他现在不买了，他要买，他原来在2021年他想要另外再买6架，也就是对于印度洋的东部的这个部分，他可以加强征收。他为什么要加强征收？因为从2013年开始，解放军的无论是传统的柴电潜舰，或者是这种核动力潜舰，就不断的很频繁的出现在印度洋。那美国需要征收，所以美国需要代理人印度就是那个代理人。但是现在为了这一个关税那个掀桌了，不干了。那这掀桌不干之后呢，这一个莫迪突然想起，他还是金砖国家，所以他回头去找了巴西。
那他回头找了巴西，也就是慢慢的，他原来就是美国放在上合组织跟放在金砖国家里面的特洛伊木马，现在木马开始投诚了，就是没有我是金砖国家，我是上合组织成员，所以啊，他无论是多么不情愿，脸多臭，他在国家利益之下，他都要回到上合组织。上合组织峰会结束之后，就是9月3号的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的这一个阅兵，他去不去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风向。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玩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现在习近平还在抢在普会前通话吗？这个美俄的峰会前夕习近平突然通话普京，传递了这个关键信号。这个信号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普京呢在8月7号跟习近平展开通话，双方呢针对乌克兰的局势还有美俄关系交换意见。他也强调，无论国际局势呢如何变化，俄中全面战略的伙伴关系呢都能够维持稳定。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美俄领袖8月15日阿拉斯加会面，普京相隔10年再踏足美国。川普呢8月8号宣布呢，在8月15号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来讨论结束俄乌战争。那此次呢，普京呢已经相隔10年再踏足美国了。而川普强调自己不是为了争取诺贝尔和平奖而斡旋这个包括了俄乌的问题那这个呢，这个克宫的幕僚怎么讲？他说，这个包括了普京跟川普呢，将会在接下来几天之内会面。好，我们正在跟美国的对接人口来做接触，要展开具体的准备工作。看起来呢，八字真的有一撇了。那另外一方面呢，看来中美在抢东协引发关注。这个大马首相说，川普跟习近平都会将出席10月的东协峰会这个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就说了，川普跟习近平呢预料在今年10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东协的系列峰会，如果川习最后成型的话，很有可能。吉隆坡很有可能成为川习会的舞台，为美中关系来注入新的变数。那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呢，这个卢特尼克呢，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也讨论了，他也透露说，接下来美中贸易战渴望休兵90天，那有机会能够达成协议。那接下来，川普跟习近平都将出席。大马首相就说了，东协峰会规模是史上最大的看起来马来西亚也蛮有面子的。今年10月下旬举办的这个东协峰会历年来最大，包括 G20 峰会还有金砖集团的领袖都会出席。那川普呢跟习近平也会预计会出席。安华就说了，这些领导人愿意出席只是第一步，我们必须确保他不虚此行要取得长远价值的成果。好，那看来新加坡的外长他也提出说，全球秩序碎片风险，重申东协合作和美中的平衡。新加坡的外长呢维文呢，他直接讲说，贸易自由化的体系冲击或促使国家偏向互相角力的双边谈判，在不对等的基础之下呢，追求狭隘的这个利益，对小国非有利。那新加坡呢将与东协国家呢深化合作，并且向美中展现新加坡的价值主张。好，再看到现在黄仁勋是不是也向中国来做一个靠拢了？黄仁勋呢亲自到白宫终于松绑了。现在《金融时报》说，美国商务部呢已经发出了 H20的这个晶片出口许可，已经松绑了。那外媒消息指出了，这个已经着手发表这个许可证了，允许辉达向中国出口该专为中国市场的设计晶片。那华为突然开源核心算力这个辉达30年的霸主地位会生变吗？黄仁勋深夜发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华为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呢，他宣布华为现在全面开源了。那这个呢，包括了它的神经网络的异常运算架构，简单说就是 AI 的算力跟调度的中枢。过去18年霸主就是华为，那现在呢？现在这个华为现在要起来了，要深蹲进百度，还包括腾讯的机房，包括要帮企业移转了。那某大厂的 AI 的总监就透露，以前调优花300万，那现在呢，插件省一半。好，那对比一下，现在呢，这个比较有中的《华尔街日报》，现在川普突然叫去了，报道里面谈到些什么？他说川普在真实的社交发文称关税措施为美国带来前所未见的数十亿美元，但是《华尔街日报》呢，之所以对他总是奇观，
税政策呢表示负面态度，是因为这家美媒是以中国为中心，更希望呢他们看到中国和世界赢，宝贝赢，这个讲的话非常酸。那现在看到川普关税呢，已经导致全球的车企损失120亿美元，而且这里重点是什么？才刚要开始，接下来可能是损失更大了。先请教彬哥怎么看接下来？这个美俄峰会前夕啊，这个习近平突然通话普京了。其实第一个，这个媒体用普会，感觉这个兆头不是很好。普就一般的感觉了，好像就得不到什么结论的感觉。普这样，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用其他的名词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端呐。也就是我不认为在阿拉斯加就可以直接达成协议就结束这场战争，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只是开端而已。对，只是先建立起一个沟通的管道，那可能可以慢慢让俄乌战争能够画下句点。当然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走，可是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不是美国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事情，是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你有办法要你去跟普丁谈所有结论，直接叫乌克兰吞下去吗？恐怕也不是这么容易。那但是现在乌克兰已经有超过70%的民众希望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对，因为他们真的撑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希望能够有机会达成这个俄乌至少暂时停火也好，那不然的话，乌克兰人真的是死伤太过惨重了。那可是我必须讲，川普想太多了，诺贝尔和平奖不可能这样颁给你的，你想太多，不会因为这样就得奖了哈，对啊，因为你是让一个国家。我想要结束这场战争，你要乌克兰不遭受屈辱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在这种状况下，和平奖恐怕是颁不到你头上。那反正他最近诺贝尔的奖很多啊，有人推荐他得经济奖、经济学奖，对啊，什么一大堆都有啊，可以其他去报名的哈。对啊，就是慢慢看他有没有机会得奖好了。那安华当然对这个东协这个峰会相当看重，因为这是提升大马国家地位的一个大好时机啊。那所以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想要把它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如果习近平跟川普也都能够来的话，会不会到时候在那边发展出一个场边会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川习会、习川会啊？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一个状态。当然，安华会想要这样，因为对东协这些国家来讲，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迅速休兵，对东协的国家也是有好处的。是，甚至整个世界的关税战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一起放缓？因为老实讲啊，美国如果持续对全世界增高关税，对他自己也不会有利的，对自己也会受伤。对，所以我觉得美国到最后关税还是会他慢慢退却，川普终究还是会当 taco 的，只是什么时候当而已的。那至于说黄仁勋 H20是他一连串不断的去说服川普的一个结果，那他当然高兴了。可是问题是，华为对他的挑战，这个 CAN 的挑战也不容小觑。这个东西非常麻烦，因为过去 QDA 可以说是宰制世界，那现在有一个新的对手出来，那性价比看起来又比他高，是，所以他当然是一个大危机。然后最后，川普在骂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事情，对我这有一个感想，就是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对啊，我们台湾早就用这一招啦，是对，直接公开指责红媒啊，指责你是中共同路人啊。川普，你动作太慢了，是，对不对？学着点好不好？对，我们民进党把媒体都直接干掉了，川普也可以试着看。是，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你想想看，在8月15号，川普跟普丁要见面哈，这有2种可能性。第一个，他就是只是一个高峰会。还记不记得川普跟金正恩在2018年、19年连续见了3次，结果呢，什么都没有，他还跨越板门店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就是俄乌谈判的基础、停火的这个要件的谈判，甚至整个俄乌战争和平的签署？这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前提就是普丁要提出来的条件，你川普接不接受？那你川普接受，你要能不能够让乌克兰接受？其实讲其他的都太多了，就一个乌东换停战，土地换和平。我们不讲什么正义、主权这些东西，就是讲战争的现实面。你如果现在要停火，整个普丁所要，他目前至少他占领的乌东的区域的部分，是不是你愿意承认他事实占领，甚至法律上的地位？普丁要的就是这个东西。那
他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川普大概不会告诉他说他到底能不能达成这个要求，所以在他跟川普见面之前，他先打电话给习近平，就表示中国在这个议题上面的重要性。他不会打电话给莫迪呀，他不会打电话给鲁拉呀，他不会打电话给就是那个冯德莱恩啊，不需要。这就凸显中美现在这G2体制，即使是在俄乌战争或者是普丁跟川普的见面，中国的立场很重要。那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的时候，东协高峰会的会面？现在这个确认了，就是东协高峰会，川普会去的话，东协高峰会什么时候？10月28号。那30号、31号是在首尔的 APEC 高峰会，所以很有可能川普就是连赶几场。我讲几场不是2场，因为他很有可能先去北京，先做国事访问。因为如果中美之间要谈判，会外会是很糟糕的情况。除非美国做主场或中国做主场，你看像上一次习近平跟拜登的时候，在旧金山也是先到了差不多3-4天呢，是一个国事访问，然后呢再开高峰会，那就行礼如仪。所以现在如果确认川普会去吉隆坡，会去首尔，那我觉得他绝对不会在这个场合去跟习近平开一个会外会。如果这样子的话，中美关系的这种框架就还是不稳定的，是因为这种会外会大概就表示说我们之间还没有谈定，所以如果说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吧，很快他们会不会安排川普先去北京访问，那就很清楚，要一个比较固定的。我觉得现在川普要，因为他要中国的市场，他要中国的稀土，这个是卡美国的脖子。现在有一点情势翻转，那因此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接下来看到底川普会连赶几场。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这个华为的Cam 跟这一个辉达的 CUDA， 那现在感觉上好像是开始可以并驾齐驱了。但是其实啊，我们看到他们两个的架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如果是以辉达来讲，它的架构是封闭型的一种架构。那这种封闭型的架构，其实一直以来就是欧美国家的一个习性，因为它希望不断的透过嫁接，然后我就跟你收一笔钱，嫁接我就是跟你收一笔权利费。可是对于华为来讲，它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它要创造更大的生态圈。例如说，我们现在在下面这边所看到的，就是华为它所擘画的智能制造体系的架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只跟 AI 有关哦，这跟未来的工业以及制造业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我如何的透过网络的建构呢，然后可以在这一个云里，也就是我们现在直接透过网络来沟通。如果按照工业 4.0 的这一个这一个设计的话，不同那个生产线的车子只要半小时，它的所有的架构都可以完成。为什么？也就是透过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些智慧制造的这一些系统的架构，就可以迅速的完成。而且它是这个是各个不同的次系统跟次系统之间直接联系，不用人来做决定，这个就成为下一代工业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这样讲，为什么华为这么看重是有原因的。那其实我们这样讲啊，川普本人啊，他非常想要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们最近又看到了，他无论是跟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的总统，又签订了和平协议啊。那这个也就是当初啊，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以色列的纳坦雅胡，他说他要帮他推荐啊，还有泰国那个柬埔寨也说，因为他达成了泰柬之间的这一个停火，他说他要帮忙推荐，说这个川普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呢，我们看到，川普本人当然是很想啊。
关税的风暴已经吹来了。总统叫大家正面看待，上次20%啊，只是暂时的，果然只是暂时的，因为最后公布出来是20+N，是叠加上去的，原本的关税多少还要再往上加20，这个各种的产业几乎是面临一个生死活不下去，是不是所谓的倒闭潮，甚至失业潮要来了吗？经贸办事处说4月就讲过啦。你们自己听不清楚啦，所以网友帮他翻译啊，说都怪你各位没仔细研读4月4号行政院的简报，8月谈完没说就是照旧叠加关税，怪我喽，所以怪谁呢？就像吴思瑶也说，早就讲啦，你们自己听不懂吗？你们自己不专业不用功吗？那请问这些厂商有人听懂你讲的吗？你有提醒过各个企业产业大家怎么因应吗？以日本来讲，先前也一度被说这个要叠加上去，结果一听到这个结果，日方的谈判代表斥责亮正，立刻冲到美国去。那传出来之后，他就赶快去折冲啊。最后，包括今天我们刚才收到最新消息，日本方面刚开始谈的时候还没有被确认，今天美方也确认了，美方确定停止对日本叠加对等关税，而且依照承诺调降日本输美的汽车关税。虽然他让了粮食，让了各种的产业啊，让美商品进来，但台湾什么都没有争取吗？我们最后是最惨的结果，还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整个市场的大开放，还会惨，还要更惨吗？其中郭正亮说，这个叫做人家韩国漂亮的手段。李在明因此在国内的民调直接攀升到60%，说呢，韩国这一战啊，把3500亿的所谓的资源啊、投资啊，分成1500亿跟2000亿，然后呢，努力先做1500亿，看得到、摸得到，先给你看。但是之后呢，搞不好2000亿，你搞不好川普就已经下台了。那可以有他的交手获利的手段，但台湾有多惨？邱毅讲的是，这个不只是叠加而已，日韩不叠加，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都已经比我们低了，我们还有汇率的问题，那还有最后还要再叠加。我们的竞争力远远输日韩太多了。接下来这种黑箱作业呢，会引发民怨，冲击接下来823的大罢免，本来就已经不会成功的大罢免，接下来是不是赖清德的催命符到了吗？那川普当然对的也不止台湾了哦。川普说先全球关税战，美国前财政部长探呐，其实只有一个赢家，这个 Summers 的警告，他说川普的政策最后让美国走上类似战后阿根廷经济衰退的道路。所以唯一一个赢的全球的，恐怕反而是中国大陆。50%的关税对的是印度，它还要叠加，在印度的叠加的名单里头开了报复川普第一枪。官员说，本来派计划要去美国华盛顿买武器的部分采购计划全部取消了，所以包括要买什么战车啦、反战车飞弹啦、波音飞机全部暂停。印度主播甚至公开，这是很熟，上次在2533，对，阿纳布，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他这次出来了，痛骂川普，他不是纸老虎，他只是纸狐狸。Paper tiger. In fact, not even a paper tiger, maybe a paper fox or a wannabe paper tiger. He cannot stand counter pressures. And therefore, we stand our ground right here. If there's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ich can, it's India. To counter Trump, the entire country has to come together. Nation first, no compromise. 他说的，全世界只有个国家可以对付美国，就是印度。所以印度会团结，继续对抗川普。好，印度做了什么？莫迪立刻跟普京通话，他没有要继续跟美国谈了，他要跟普京通话，说新世界的秩序正在成型，包括美国特使说要访俄啊，这些贸易的问题啊，看起来都不重要了。外交事务专家说，莫迪谈的这个叫世界事务的关键时刻，新的世界秩序看起来是在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莫迪是在电话里面为什么到时跟川普关系突然急转直下？本来川普那时候发文还很得意，告诉大家说：“哎呀，我第一个签下来的国家很可能是印度，我们谈得很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这则报道是特别分析说 ，Bloomberg 说，6月17号有个通话莫迪面子问题，坚决的否认说，我们之所以跟巴基斯坦停火不是因为你美国的关系，不是因为听你的影响绝对不是结果川普很不高兴，
说是这个转捩点啊，他说表示不会，也永远不会接受调解啊。印度官员说，从此两国元首再也没有交谈了。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会不会觉得太幼版了？不可惜哦，小孩子吵架，5岁的小孩，面子问题，然后吵完了，那因此就川普生气，就开始科以50%的关税。现在印度也不开心，所以去找俄罗斯跟找中国大陆，想办法跟别人玩哈。所以川普双标被打脸，他对于印度加大课税的原因，还有一个理由是他买俄罗斯的能源嘛。可是你看看，他对巴西也是这样说：巴西大量进口俄罗斯的柴油，所以美国要制裁它，进口怎样那么多？那北约秘书长说，警告巴西总统鲁拉也要关注此事，因为后果可能非常严重。鲁拉也是不妥协的国家之一，可是被说打脸是为什么？因为印度媒体就报道啦，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个数据是公开的，上面的数字告诉大家，2025年光1到5月啊。美国就从俄罗斯自己买了20亿美元，大概新台币627亿元的能源呢，其中还有包括了铂金进口年增37，也有增加28，肥料增长21，所以别人买俄罗斯的产品不行，我美国可以，这就是川普的逻辑。将军，千万不要把川普看成小孩子，他发脾气、发飙、变脸都是他的策略之一。你以为他真的傻？干了这么多年的商人，他只是说他完全不尊重一个元首应该有的礼仪跟态度，他在玩他的商业手法。首先讲关税抢骗全世界的钱，对不对？现在还搞欺骗，当初跟日本人讲好20%，后来还有叠加关税。哦，没有，日本谈成功了，人家你没有听我讲啊叠加了。，第一次讲的是20啊，后来石破茂发飙了，去跟他抗议啊。所以现在这样不做叠加了。日本的外汇存底是台湾的将近9倍之多。照理讲，我们承受的关税的力量要比它弱，但是给台湾20还要叠加，还再加上美元的贬值，台湾的商人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是30多到40的关税一样啊，灭顶。这是非常灭顶的一个数字。韩国是玩了手法。找2个经济专家做兵推，一个扮演川普，一个扮演韩国代表。川普说 "You fire" 啊，我再讲2句好听的，然后再来讨价还价，讨得好开心啊。结果韩国谈的条件多好，1500亿我给你坐船，啊，把你的船坞拿来，我帮你整理整理，我帮你做船。哎，没有订单就没有生意啊，没有生意，这1500亿还是在韩国手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该玩的手法，第一个很简单嘛，派2个专家去嘛，对不对？你怎么派一个郑丽君从来不懂的经贸的，还有一个搞翻译的，很难缠，不是吗？很厉害。这个问题你找错人了，对不对？那第二个黑箱作业，哎，早在2月份，台湾常常就知道美国要搞关税。我是企业老板，我要不要备货？要不要进货？要不要出货？你的政策都搞不清楚，订单都飞了，单都飞了嘛。好，那现在我还要不要备货？因为你的关税到现在不清楚。第二个，在这种严峻的状况之下，百工百业怎么求生存？你赖政府要不要学石破茂跟韩国？一个是软的，像韩国用技巧来降低；一个是用硬的，因为古巴成功的，巴西成功的，中国是成功的，日本是成功的，那赖清德也可以去发个飙吧，我至少可以减几%嘛。再不行，我跟中国大陆做一些联手的动作，你美国要不要忌讳？所以你要敢做嘛。我们从小学看，那个大个子霸凌那个个子小的同学，你不敢还手，就一直被霸凌，全面的退让。对，所以你要有敢赌，你拿出你在台南市议会的勇气来嘛，对不对？输到脱裤子了，现在。对，你现在是脱到裤子，你脱裤子不要紧的，老百姓没饭吃啊，这才是我们担心的事情。你上任1年多，你做对一件事情没有？这个是最严重的，这个事情关乎到台湾老百姓的收入、通货膨胀、失业，这个比丰台差不多，让你自己走上毁灭的路。
是，那看南韩谈得很好，除了这个条件好之外，真的很罕见哦。川普啊，跟这些谈判代表谈完之后，开开心心，还很罕见，白宫跟他们合照啊，条件真的也是最好的。但只能问，我们一路都不知道谈了什么之外，到底最后为什么又是谈得最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说什么4月份就知道是叠加的啊？我跟你讲，要你去谈干什么？如果是叠加的，那么太好谈了，对不对？你干嘛叫郑丽君啊，叫什么杨振宁去啊？那叫动不动跟那个斥责亮正一样，去了5、6趟也谈不出什么具体的结果。你有没有什么技巧？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民意是你最大的后盾啊！我觉得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如果是叠加的情况下，那根本不用谈了，这根本没有上限了，你都不知道是多少。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台湾的话呢，这个台币又增值，台积电又已经过去了，然后现在又是叠加的，谈出来的结果的话呢，还在谈，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投资？我们老百姓有没有理由知道啊？对不对？开放不知道。对呀、而且我了就这边强调了，就是台中的做工具机的很多人外销的时候，他们的价格要搞清楚啊，你要了解啊，那个关税就是你的价格中的一部分了，谁吸收这个关税呢？你的叠加的话呢，你说起来容易啊，我说一句良心话，其实台湾人也无所谓啊，因为台湾人总是觉得说自己有办法，你要相信赖政府那没话讲。但是问题是，亮哥讲的话非常重要，为什么？讲韩国聪明，其实就是骂台湾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跟韩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啊。我们跟大陆也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我们跟这个日本也不会真正竞争对手啊。我们竞争的项目中有70%、80%跟韩国是重叠的。韩国现在光是讲关税，他们是天花板关税就是15%，我们的话呢叠加从20开始，你这个差多少？你差5%，你收入有5%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亮哥讲非常有道理啊，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那个阿纳布啊，我看了他的一个访问啊，阿纳布问了印度的一个经济学家很重要人啊，他的阿纳布的讲话这个是死鸭子嘴硬啊，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印度可以站起来，或者面对的美国什么？得到的讯息，他突然阿纳布这个人嘴巴厉害得很，从来没有停过，但那次停了10秒钟。那个人讲说，唯一的方法就是跟中国合作。啊，吓了一跳，也是平常黑中国黑得很厉害。那现在的话呢，阿纳布出现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实在是为时已晚了。因为印度，我跟你讲啊，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还在讲印太，突然这个礼拜变成亚太啊。然后呢，川普对印度的羞辱的话呢，最严重的羞辱就是川普跑去跟巴基斯坦签了个约啊，要开发石油，开发出来的石油要卖给印度，我的天哪，对不对？把这印度也是羞辱到极点了。然后那个贝森特也讲说，印度根本在世界上都不算个咖。是个很难过的事情啊！印度多要面子啊，感觉上的话呢，从来就没有出现。那现在美国前阵还在讲啊，印太现在突然变成亚太又回来了啊！就是有川普在的时候，像5岁的小孩一样，说变就变。然后那个 Summers 讲的话呢，就是说美国走上了阿根廷衰败的一条旧道路。我告诉大家，这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Argentina 拉丁文当中就是银子的意思啊。阿根廷所有现在全世界白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就是阿根廷啊，所有从欧洲移民到美洲去的都是要去阿根廷。那今天阿根廷变成这个样子的话，你真的要想一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让大家好好想一下，美国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阿根廷的这条旧路。吴老师，潮水一退，大家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各国谈判的结果摆在眼前，台湾就是20+N，后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看这个日本跟印度这2个国家在面对关税的时候的不同的态度了。我们现在讲日本好了，其实日本一开始，我们知道6月底7月初的时候，那时候传出来是25%，对，国内哇，那他疯了，爆炸。然后石破茂他只讲了一句话，这是我引述Brookings 的研究员叫 Solis， 他前阵子来台湾，然后参加我们智库的研讨会，我在场。他说石破茂那时候跟川普讲什么？他说我没有能力管国会。他讲的就我没有能力管国会，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在所谓国际关系谈判里面我们讲的双城赛局。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谈判谈完之后，我要拿回国内跟国内的选民说，你同不同意这个，可不可以吃下去？不行的时候，你要再回来说服啊，要说服。好，就这样一拉一扯，国内的国会可以变成你谈判的一个筹码。台湾呢？杀国会、我们不管国会，我们就谈了啊，这完全倒不过来。所以不管我们在讨论日本的谈的成不成功，有人说失败啊，有人说日本谈得很成功。问题是石破茂敢这样讲，他尊重国会，他用国会当作是一个制衡的力道，说我管不到国会。虽然我们他们最后给了5000亿美金嘛，这个用在融资啊，用在还有说要帮台湾的晶片厂在美国设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然后呢，还有说他们开放稻米，美国稻米进口到日本。
他开放很多，是，但是石破茂他真的是用说我管不到国会，这个各位观众朋友要记得哈。所以我们讲在谈判的时候啊，有技巧之外，国格也很重要啊，民意为依规很重要。那印度呢？印度这也非常有趣哈。川普对于印度的关税，我觉得他已经超过一般的所谓的经贸上，他有点政治上的意味，跟巴西一样。巴西这个因为 Bolsonaro 的问题，这个川普就克巴西50%哈，前总统 Bolsonaro 这个小川普嘛。那印度呢？印度他买了太多的这个俄罗斯的油哈，依据这个数据哈，2024年大概这个俄罗斯进口到印度的原油占了这个印度大概快40%。他趁便宜多买。对，因为印度没有人要买俄罗斯原油的时候，印度说我买嘛，赚翻了。对，便宜的油我买嘛，对不对？没有人敢买，他大买。他大买，然后呢，基本上他这个俄罗斯很多油已经卖到这个印度去，大概占了37%哈，俄罗斯出口的。那这个点让川普就非常感冒，他说你买那么多俄罗斯的油，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呢，他就是要开始对这印度加很大的关税，但是别忘了，印度其实跟在中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过去那么好，特别是他跟中国的关系，我们讲这种 love and hate 哈，边界上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即刻的反应就是在这个8月底即将在这个天津举办的上合会，好，那印度竟然说，要来了，对，莫迪可能会去哦，要去哦，啊，我们要知道这莫迪如果要跟习近平同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件。特别在2024年哈萨克的上合会，莫迪没有去，他派他外交部长苏杰生去啊，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哈萨克是印度加入上合会的时候，哈萨克是轮值主席国，他连这样的场合他都不愿意去。但是你这一次2025年8月31即将在天津举办的上合会，莫迪本来一开始说他不要去，现在说他要去，算不算被美国逼去了呢？所以很多学者专家讲说，是不是川普的力道太强，强到你把中印俄三边强制的拉在一起了。好，强制拉在一起，我们可以分从经济跟安全上面。你从经济上面把它拉在一起，那接下来的上合会也好，或者是我们讲金砖会议也好，这3个国家会不会讨论这一个去美元或者去美国化的所谓的经济体？这是有可能。本来只是默默的进行，现在加速吗？加速3个国家抱团取暖，甚至成立一个更紧密的经贸区域的经贸这个联系体，这有可能。再可能严重会影响到他们所谓的安全上的合作，所以我们讲四方安全会谈，未来可能印度可能完全也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力在里面。所以川普的这种所谓的经贸上的强权霸权，把中印俄硬拉在一起，我觉得这反符合 John Mearsheimer， 他也接下来可能会批评，他说你川普怎么会笨到把印度跟中国跟俄罗斯又挤在一起？如果有人觉得我们台湾1年的政策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川普真的做很多，而且他没有停，他一直在做。他下个礼拜已经宣布了，8月15号要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见面了。见面要谈什么？俄罗斯的总统助理还特别公开的讲说，讲完未来两国接下来下一次会晤会在俄罗斯领土举行，也向美国发出了邀请。这一次先去美国阿拉斯加，下一次回访就到俄罗斯去谈什么？美俄谈乌克兰和平吗？那乌克兰不能参加的这个和平协议吗？伯伦伯报道是说，美国跟俄罗斯寻求一项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要承认莫斯科自发动军事入侵以来所占领的所有土地都归俄方吗？白宫说，伯伦伯的这种报道是推测而已，克里姆林宫没有回应，就是说他没有，只是推测，他也没有否认哦。白宫的部分，所以这个美俄2个领导人坐下来是说啊，那你走到哪算到哪里，站到哪里站多少算多少，全部都给你了，这样就可以换来乌克兰的和平吗？在美俄峰会的前夕，很特别的是，大家观察到8月8号父亲节，习近平跟普京通了话，是讲父亲节快乐吗？当然不是啊，他们在讲，是不是普京介绍了俄方对乌克兰危机目前的看法跟处理的做法？那习近平中国大陆的说法是说，乐见俄美双方保持接触，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之道。在这样的美俄要见面的领导人前夕，2个人通话也传递了关键讯息，就是说中俄是站在一起来跟美国
互相通讯息，或者是对抗或合作的吗？所以中俄最近的这种密集的军事的演练越来越多。日本防卫队的监报所通报出来是说，7号上午就发现中俄3编队的小组经过了中古海峡到北太平洋，有各种第6次楼海上联合巡航的一部分，那还有 F-35B 在日本战机首度部署了之后，在新田园基地，这一次的是中方产生了不满的抗议。他说，像这样子的做法会打破区域战略的平衡，对和平有威胁。大陆的学者也说，这个最近日本防卫省这些的做法呢，将会这个中国海陆的海军的日常训练强度跟范围越来越扩大。那让自卫队的节奏都快要跟不上了，甚至还公布防卫省中国潜舰在冲绳啊、西南诸岛啊周边航行的数据是数据非常高的。2023年只有53次，到2024年是68次。还有一个消息说，美军有间谍机深入到南海的争议水域，7月里面就走了48趟，各种的你来我往里头呢，对于美军的状况呢，川普看法是这样的他自己比较重要嘛，还有再度的获得和平奖的提名。纽约时报报道，那除了拿和平奖他很高兴，他还要下令五角大厦备妥方案，准备要出兵喽。出兵什么呢？要扫荡中南美多个被视为恐怖组织的贩毒集团。他这个列名里面有7个里面都是所谓的贩毒集团，他把贩毒视为恐怖集团，所以要对恐怖集团作战，要出兵。那这个出兵做法可能跟外国伙伴共同前进，因为要去别人的国家嘛。墨西哥首当其冲啊，墨西哥说我们不接受。墨西哥总统说美墨可以合作，但是入侵绝非选项啊！你士兵出兵到我境内抓贩毒集团，你说是贩毒集团就是贩毒集团啊，你是恐怖分子是恐怖分子啊。但接下来美国不只是在墨西哥还有其他地方，他也准备要出兵。川普说的话，有可能真的会做但美军内部呢，称霸了数十年的各种的军武国防里 ，F-22的加油机就一直出事故，包括了在美东7月8号发生这个光要加油的时候发生油杆断落的严重意外，迫使2机紧急落地，就让人家怀疑说波音已经独霸了市场几十年的加油机，现在是不是也出了问题？或者是波音767改造的新一代加油机 KC-46飞马啦，那各种 F-35战斗机啊也密集出事，今年已经出现3次的事故，2台是直接坠毁的情况。美国还是当年的美国吗？那还要到处去出兵去打，这是不是打其他国家的他打什么？还要打的是所谓的贩毒集团，就像作战一样。刚刚主持人讲了这么多问题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可能乌克兰被川普出卖掉了，因为什么？这2个领袖能够见面是不容易的。那而且普丁还答应到你阿拉斯加去谈，还给你川普面子。本来以为是阿拉伯，不，原来不是阿联酋，那转到这边来是给普丁很大的面子。给你面子的时候，就是俄国要更多的东西。所以有个消息传出来，就是顿内茨克、扎波罗的这4个州，4个州还是现占有的土地，有差别哦。顿内斯克跟扎波罗还有些乌克兰还占领的地方。如果说你要承认俄罗斯的4个州的领土的话，那泽连斯基等于是被卖了。那还签矿产协议还签了，然后结论？问题是说，俄罗斯的条件绝对不止这个，它应该是什么？第一个，你不能参加北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个，你不能建立你的武装部队。那换句话说，将来还有一个缓冲区要谈，那条河，涅伯河，到4个州中间还有一块空地，这个地方不得看到你乌克兰任何部队。那4个州归我的，这3大条件谈下来，可能会让一些，比如说是你占领的土地不含4个州，或者4个州不含北边的缓冲区，这种都是在军事作战里面常常用的手段。我可以提高一点的标准，我在折中在答应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泽连斯基是被卖掉，完全被卖掉。因为什么？既然你要跟美国总统见面，为什么要跟习近平先通个话？因为美国也希望离间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特别给印度加50%的这个买俄油的罪，将来也是跟中国谈判中间的一个筹码。所以那俄罗斯在出去之前，要知道中国支持他的底气到什么程度，因为谈得好也有谈得不好翻脸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跟我的 partner 要商量一下，然后我上了火线的时候，我的底气比较足，所以最重大的事情是这件事情，因为他还承诺了你到俄罗斯去访问，没错。不过其他那个都是小事了。我觉得我们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俄乌战争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次能够有个结果，因为川普急得要有些成果。和平奖金拿不管，这个我要先拿到嘛，要不然的话，乌克兰的利益我拿不到啊，对不对？你可以交换嘛，乌克兰将来重建啊、矿产啊归我。我只讲这么多事件里面，这件事情是最大的。所以看看乌克兰，想想台湾。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川普跟普京的会面确定在的8月15号，同时是要去阿拉斯加哦，要去美国境内哦。接下来传出来各种乌克兰的命运，恐怕不妙。这个我们还是要先回顾一下今年3月啦。今年3月 ，Rubio 跟这个泽伦斯基的代表他们在沙烏地阿拉伯就这个30天停火协议达成共识嘛。乌克兰说好，我们答应换俘，还有把一些小朋友接回来。那个还有最主要是美国的共享机票给我们。那乌克兰就暂时停火30天，前线30天哦，全面哦。那 OK， 但是呢，其实俄罗斯要的更多。他除了要乌克兰去北约化、去军事化，就是不准有外国军队驻扎，他还要你就是承认那4个地方。刚才帅将军讲了，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那我们知道卢甘斯克大概是99%是这个俄罗斯占的，那其他地方都还是在拉锯，大概是6成到7成俄罗斯占的。但是总体来讲，乌克兰已经失去20%的领土，1/5的领土在这3年之间不见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矿产很重要的，矿产也有一个城市，它有矿产东部也被占了。那最重要就是就有一说是交换领土。好，那有人说，那这个乌克兰在这个库斯克地方虽然被拿回了6成，俄罗斯又拿回了6成，但还有4成的库斯克土地大概450平方公里，然后跟这个俄罗斯占了11.2万来换。有人说那我们来换领土，这样也行啊。两方差距250倍，你怎么换？换不了。所以这一次阿拉斯加的会谈现在美方跟俄方达成一个重要的如果啦，接下来他们达成协议就是承认那4个州为这个俄罗斯永久占据的领土。那他们会谈什么呢？其实最重要就是有一个是俄罗斯现在目前有一个大概3000亿美金的资产被冻结在欧洲。那这个3000亿美金的资产大概是我们讲是许多这个债券，包括欧洲、美国跟英国的债券。那俄罗斯说好，那这些资产你把我冻结可以，你要用在重建乌克兰可以，但是呢这4个州我占领这4个州，你就承认是我的，那我们就来谈停火。所以呢，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这个川普跟俄罗斯想要达成某方面的协议，在这个领土上很大的着力点。但是乌克兰，我想泽伦斯基面对这失去的领土，他会善罢甘休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不然能怎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怎么办？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川普跟普丁2个人现在在唱一场双簧啊！因为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他最重要的事情要结束俄乌之间的冲突，也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呢，因为他那个发言人李维特讲的，就是川普本身对于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不但有兴趣，还觉得有希望。这个李维特讲的有点夸张，说他1天停止一个战争啊，就是这个印巴也他停止的啊，这个柬泰也他停止的啊，然后这个阿塞拜疆跟这个亚美尼亚也他停止的什么的。现在最大咖来了哈，我觉得这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他会制造一些情况啊，就是演这个让大家，因为川普这个人虽然乱讲话，但他会制造很多头条新闻，大家一直觉得说美国好像跟川普闹翻了